一直以来，印度在边境上的表态都十分强硬，尽管其实力根本不允许，但是印度偏偏有着这样的迷之自信。奇怪的是，一向同巴基斯坦水火不容的印度，近日却罕见释放出了求和信号。根据印度媒体《经济时报》的最新报道称，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的有关人士不久之前在迪拜举行了秘密会谈，用来缓和目前印巴在边境的紧张局势。一直以来，边境交界地带都是印巴两国的敏感地带。此前在对峙过程中，印度甚至在此集结了75万大军、数千辆坦克，可见印度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。况且就双方实力而言，印度也是碾压巴基斯坦的。虽然其跟世界性的大国比不了，但是与巴基斯坦比还是略胜一筹的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印度现在甘愿向巴基斯坦求和呢？唯一的解释是，印度现在真的撑不住了。了解近期局势的人都应该清楚，印度目前国内的情况。强势逆袭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印度苦不堪言。英国广播公司形容印度现如今的惨状为不亚于输掉一场中型战争，而且是一边倒的惨败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短期的。国际专家预测称，即使危机结束，印度可能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可能彻底走出危机的影响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印度靠什么支撑在边境同巴基斯坦的对抗呢？不过对于这一场求和，有人认为这是印度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与中国的边境对抗中，因为印度自从去年开始就一直陷入同中国的边境对峙中。基于中国实力的考量，印度并不希望在边境同时陷入双线作战中，当然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，但是从印度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他们已经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了。就连俄罗斯媒体也认为，印度现在还不具备与中国竞争的条件。当然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印度如今的惨状也可以归咎于印度战略上的失误。在国内危机四伏之时，印度仍然将重点放在同中国对抗上，并试图将印度定位为中国的同等竞争者。这样轻重颠倒、用力过猛的做法实在是太过愚蠢。事已至此，眼下印度将要面对的是一场苦战，而更多的信息表明，单靠印度自己是很难走出这一场危机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猜测印度下一个要向中国求助。实际上，在印度国内，这样的呼声也愈发高涨。他们表示，我们对印度政府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没有信心，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能力倒是充满信心。牛贺桥事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，原本已经算是开始有些降温，毕竟中方已经数次明确强调了，这只是渔民聚拢避风事件，和菲方所言的什么海上民兵毫无干系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菲律宾似乎还是打算死死咬着这件事不放，再次利用牛贺桥话题对中国放下狠话，还画下红线，并且强调不排除会发生流血冲突。近日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菲律宾坚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，在南海资源上必将寸步不让，并且目前已经准备好派遣战机前往南海，一旦中方异动，那么10艘军舰和5架飞机将不排除发生流血冲突。也就是说，杜特尔特并不排除会在直接用血腥自己认为的南海。而让杜特尔特十分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是杜特尔特在关心南海渔业，而是位于这一处海域的石油和矿物资源。众所周知，海域中有很多的自然资源，所以每个国家都有相对的海域管理权。所以菲律宾这回还真就是看上了南海的自然资源了。为此，这段时间菲律宾高官不断向中方放话，例如中菲友谊是有限度的，菲律宾将考虑在南海岛礁新建军事建筑等等之类的。不得不说，菲律宾这还真是演上了好一出东郭先生与蛇的故事。虽然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但是在这个前提上，首先菲律宾需要明白的是，这是不是属于菲律宾的资源。而前中方外交发言人明明白白地说过，这个牛贺桥所属的南沙群岛是属于中国的，这里是中国的地盘，只要是属于这个岛的资源都属于中国，中国不管如何开采都是中国的权利。而且菲律宾和中国是什么关系？在菲律宾疫情爆发、国内乱成一团的时候，是中国带着继续的医疗物资帮助了菲律宾，并且在疫苗研制出来后，菲律宾想要买，中国也是二话没说。这些都是因为中方和菲方一直以来友好关系，因为好心和朋友情谊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。但是结果呢？菲律宾非要跟着美国走，在南海给中国找事儿。菲律宾不说打定主意要忘恩负义，但起码别恩将仇报吧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时候即便菲律宾再如何嚣张，中国也不能真的在军事上对他怎么样，仅仅只能在必要时刻维护国家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？这就要说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了。要是没了中国，这些国家还能有哪个能蹦得起来的？因为乌克兰边境问题，美国和俄罗斯如今闹得非常不愉快。美国企图怂恿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进攻，而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自然也没有妥协的意思。一时之间，俄乌局势愈演愈烈，美军甚至还派出了核轰炸机逼近俄乌边境。根据消息显示，美国派出2架 BRH 战略轰炸机前往欧洲执行相关任务。外界普遍认为，美国轰炸机此次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跨洋模拟攻击演练活动。在此之前，俄罗斯军方刚宣布从克里米亚和俄乌边境撤军，释放缓解局势的友好信号。前脚俄军宣布撤军，后脚美国核轰炸机就来了。说是巧合的话，想必没有人会信。可令人疑惑的是，俄军都选择撤军了，说明该国是有意让俄乌边境的局势降温。按照这个情况来说，俄乌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为什么这个时候美国派出核轰炸机呢？在分析看来，美军此举有刷存在感的嫌疑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俄军要撤军的时候来，摆明是在告诉外界，俄罗斯兵临城下的时候不敢来，走了之后才敢，既能彰显自己打压俄罗斯有所作为，又不会激怒俄罗斯。其次，美国派出核轰炸机也是不想让乌克兰寒心，毕竟当俄乌局势恶化后，尽管西方出了不少力，但乌克兰总统仍然觉得西方没有与自己并肩作战。如果现在美国还不出手的话，之后美国势必会在西方盟友面前的号召力急速减弱。再者，俄罗斯此前频繁往边境地区增兵，在乌克兰战舰航行之际封锁了黑海，甚至在前不久出动轰炸机炸了叙利亚的亲美武装，其目的就是在警告美军不要掺和俄乌间的事情。面对俄罗斯的如此强硬回击，这无异于让美国没了面子。出动核轰炸机也是为了找回面子，做样子给俄罗斯看，同时也能安抚美国的盟友。总的来说，美国在俄罗斯撤军后派出核轰炸机，显然是明白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出手就晚了。然而令美国没想到的是，俄军虽然撤军，却还留有后手。俄罗斯军队开始撤离，但大量的武器装备却仍然停留在边境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边境问题得不到满意答案，俄罗斯军方随时有可能卷土而来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实际上美国此举也有威慑俄罗斯的意思，警告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。当然，这也只是猜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普京已经没有退路。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拖垮俄罗斯。此前，美国国防部长就公开表示，俄罗斯是美国在欧洲的最大威胁。冲这一点，美国就不会轻易放过俄罗斯。在美国海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中国附近太平洋海域时，中国海军在做什么呢？其实中国海军早就在准备了。这一次，记者探访中国核潜艇基地，就报道了一系列中国核潜艇的进步以及近况。根据媒体最新报道，记者前往了核潜艇基地探访，采访关于中国海军核潜艇相关的事儿。首先了解到的就是在核潜艇内部的艰苦。中国海军潜艇基地的参谋长就介绍称，潜艇内空间较小，空气中还存在有害气体，容易让人疲倦，更是分不清日夜，只能根据时间点来安排工作和休息。所以即便是从潜艇上下来以后，也需要休整一段时间，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睡眠，每天只能睡到2-3个小时。但是为了守卫中国国防安全，核潜艇上的中国军人们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但这也已经是得到改善之后的潜艇环境了，相比第1代潜艇来说，第2代潜艇各方面都得到了改善。当然，作为核潜艇，更重要的是第2代潜艇的基本性能得到了大程度提升，尤其是作战指挥系统配备上了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使得核潜艇的作战能力得以大幅度加强。要知道，第1代潜艇虽然创造了20多个中国海军史上的记录，但其实解决的只是有无的问题，而新1代潜艇在各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。以空气净化程度为例，2代潜艇较1代潜艇的二氧化碳浓度下降了0.3%，看着只是个很小的数字，但实际上是设计师下了大功夫，甚至更改制造部门设备才达到的。参谋长介绍到，1代潜艇和2代潜艇不仅是型号上的变化，更是装备和战斗力的突飞猛进，且1代艇的训练强度的频率也没有现在这么大。中国海军其实早就在准备着捍卫中国国防的安全，只是一直没有大力宣传过而已。
而就在记者探访核潜艇基地时，获悉了一个消息：新型潜艇目前正在执行任务，虽然没有公布具体信息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目前正有一艘新型潜艇在大洋深处执行战略巡航任务。可见，对于美国海军最近的挑衅行为，除了中国的航母出动以外，潜艇这边也是早在准备的。据了解，这支在中国潜艇史上创下诸多纪录，在航时、航程、水下航行时间和一次性潜航时间记录的神秘部队，在最近这些年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练兵备战，为了中国的国防，实际上一直在做着努力。